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的频道已经有好长一阵子没有更新了，因为我在做那个 Bismack， 它做的是非常的头痛。那今天我收到了 Verifier 它寄来的产品是一个不是很新的题材，它是亚特兰大。那它寄给我的是有2份，一个是新版，然后一个是旧版。那除此之外，他还顺便发给我一封 mail， 那上面有提到，在中国大陆，它现在还有 Verifier 的仿冒品出现，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啊。那模型，而且又不是很热门的题材，竟然会有仿冒品出现。然后以目前来讲的话，他给我的律师函里面也有提到是哪一家公司然后怎么做，然后他卖的非常低的价格，企图扰乱市场，然后让 Verifier 的产品没办法销售。那这些文件，我就是直接就在这边给大家看，这是 Verifier 公司的律师函，他要寄给那一家公司啊。那他们个人有什么恩怨？说实在的，我只听单方面的说法，我没办法去确定哪一件事情是真的。对，那就这个事情就给他们去处理就好。那这个跟消费者有什么关系吗？有的关系就是第一个，你买的产品，你以为它是 Verified 的产品，然后你用低的价格去买到了那个东西，然后它又不是 Verified 的产品，可能内容物会是一样的，然后那你售后服务你要找谁？你要找 Verifier 吗？然后你还要找卖仿冒品的那个商家吗？那如果他没办法供货，没办法给你这一些不一样的零件去做补件呢？因为就我看到那一家公司它贴出来的内容物，就包含零件的图，就跟 Verifier 本身的已经有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你日后的补件，你要找哪一家公司去补件？我觉得这个是蛮头痛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就大家在看的时候，在看产品的时候，你就可能要非常的小心的去观察，因为在外观上来讲的话，和会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以那一家仿冒品的公司的，它的问题就是，它在这边保留了美国海军的美国的国旗的这个图示。那 Verifier 它本身这一次更新的版本，它没有这个东西，外盒就不一样。那因为我没有拿到那一盒所谓的假货，那我就不知道它的盒子的尺寸是怎么样。那以实际上 Verifier 它新版的亚特兰大，它的外箱尺寸是51公分，然后17公分，然后高度的话8公分左右。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你应该外盒的尺寸是这个尺寸，它才是正确的尺寸。有可能假货的尺寸会跟旧版的是一样。那旧版的尺寸的话，它的长度是55公分，然后宽度是19公分，所以它盒子很明显的会比 Verifier 改版后的盒子还要大很多。那内容物的话，我有看了一下它的细节，就是在所谓的火控系统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然后它也有 3D 列印件哦，那一家公司出的它也有 3D 列印件，但是 3D 列印件的数量并没有那么多。然后我没有看到板件图，所以我不确定板件在设计上会不会跟 Verifier 会有很大出入。所以你如果去买到假的，然后你跟 Verifier 要求补零件，你可能做坏了，或者是零件在运送的时候损坏了， Verifier 一般都会做售后服务去帮你做更新。结果 Verifier 寄了更新的板件给你，结果装不上，那就是确定你是买到假货。所以你在挑选的时候，你就最好是认这个外盒，它这边会有一个100% new 的这个 logo， 然后没有美国的这个国旗，并且盒子的尺寸会比较小。OK， 好，
然后我们就开始来看内部的设计。说明书的部分呢，我们会看到旧版的它是属于一个黑白的封面，那新版的它的是彩色的封面，那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它们两个的差异性。那内容物的不一样，我看一下它的内容物。我们可以看到以板件的分布，就很明显的，它的船身的板件跟旧版的船身是不一样的。以船身来讲的话，它的板件是不同的OK， 然后小零件的部分的话，看起来是没有很大的差异性。那在零件的变化上，它有的是使用 3D 列印件或者是蚀刻片来取代了一些类似起重机的这个部分。那以组装上来说的话，我觉得不会差距非常的大，因为 Verify 它是针对了一些之前开模上的错误来修正了新版的这一套模型。那旧版的它这个就不用说了，因为市面上再来开始流通的，可能还会有少部分早期的库存，那其他的就是会由新版的 Verifier 继续在贩售这些产品。那两套都是所谓的豪华版，就是所谓的 Deluxe Vision 的一个版本旧版的我们看到还蛮贴心的，有这个遮盖贴新版的我们大家看看有没有然后所谓的金属零件金属炮管，新版旧版都有。然后 3D 列印件有没有看到旧版的 3D 列印件？它的改套说明书，旧版的是相当的简单的新版的3片金属蚀刻片，旧版的也是3片。那金属蚀刻片就包含了所谓的栏杆套件，然后所谓的小艇吊架，这里也有小艇吊架，小部件 OK 好。那也可以看到这一次它有多了非常多的 3D 列印件在这里旧版的就没有不过这一次我拿到这一盒新版，它的说明书是折的蛮严重的，因为它的盒子太小了，它必须要东西都要往里面塞。OK， 以组装上来说的话，可能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异性。我们来看板件的不一样的地方。首先我们看船身的部分这个是旧版的，然后这个是新版的，开模方式就已经不太一样了。旧的是在同一套模具上面，然后新的是分开来制作的。那我们可以仔细的去观察它的细节。从箭手开始看，你可以看到其实它的纹路跟旧版的是一样，都有这些纹路，只是差在新版的在这些所谓的钢板的接缝的地方，它有增加了纹路上去旧版的就只有到这一条，水线以下的就没有了。OK， 好，然后在船底的这个部分，你也可以看到它的缝、连接缝、焊缝这些东西是连接到船底下面来的。旧版的它就看起来就会单调很多。那再来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所谓的装甲带，新版的在这边它的长度大概是这样然后旧版的它的装甲带到这边是比较长的那 Verify 它的资讯是说它修正了之前的装甲带的错误所以我不知道它的考证资料是有没有去看，因为美国海军的船我是事实上不太了解，所以我只能说它在这个地方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它是不一样的东西。OK， 那在细节上的话，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小的窗口这种东西，细节看起来就差很多，看起来细致的非常多。好，然后再往这边看，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
所谓的接缝处，它有补上所谓的铆钉，旧版的没有。所以在这边看起来，那你上完了颜色，你喷涂完颜色之后，整个模型它出来的一些细小的一些细节，你就会觉得，新版的会比较丰富，旧版的可能就是差了一点点。虽然以旧版的来说，我觉得它的船身设计是跟日本厂的模型是有的拼啊，因为日本厂很多模型它也是只是拉线给你。它并没有给你所谓的高低差，它就是给你线，给你凸线。那你觉得那边是有所谓的钢板的接缝，你可能还要自己再加工去做上其他的接缝。好 ，OK，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船底这些地方，它都有把接合缝给补上去，就是所谓的钢板连接的地方、船体连接的地方，焊缝它都有补上去，旧版的就没有。OK， 这个是船身的部分。然后再来，我们开始看甲板。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新版跟旧版所使用的模子是不太一样的。来，它旧版的在前面的这些细节其实都非常的漂亮。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它甚至有铆钉在上面。这个是旧版的。那新版的呢？它还加了这些细节，这些焊接缝。这些都加上去，可是它就缺少了，它有非常细小的铆钉。我刚才用肉眼看的时候看不太清楚，现在用摄影机在拍的时候放大，反而就看得非常的清楚。它这里是有铆钉的，然后旧版的铆钉，就看起来就比较粗大一点。可以看到新版的铆钉的细节是非常漂亮的。OK， 好，然后到船尾的这个地方，这个不知道是防空机枪的位置还是哪边，就看起来就不太一样。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应该是在注塑的时候有一些压力不平均的关系，所以会造成一些缩胶的状况。你看到下面有非常多孔洞，因为船尾这个地方有很多类似深水炸弹要发射的架子，以及旁边的一些起重机的吊背，所以下面会开了相当多的孔，然后温度没有控制好，就会变这样密密麻麻的。你可以看得到它是凹凸不平的，看起来就非常的奇怪。然后新版的，它在这个地方，它一样有开出这些孔洞，它在这个地方的温度控制就做得比较漂亮。不能说完全没有，我肉眼上是可以看得出来，稍微有一点凹凸不平。可是没有像旧版的这么的夸张。这个真的是应力很严重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就看起来就不 OK。好 ，OK， 这是在甲板的部分。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所谓的建筑物的部分。在所谓的剑桥的部分，这个是旧版的，可是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其实它在旧版的表现上，我觉得反而比新版的还要漂亮。凭良心说，我觉得看起来的细节的细致度，它是比新版的还要漂亮的。我们看看新版的。在所谓的水密门上面的细节它消失了 ，OK， 然后所谓的消防水带这个东西看起来是有一个痕迹这样子，可是你看到旧版的你会觉得，其实它的消防水带旧版的反而是比较锐利也比较立体一点，这个我就觉得蛮可惜的，真的蛮可惜的。然后管线这一些，我是觉得旧版的是比较凸、比较锐利一些，新版的看起来就反而是比较淡了一点。不知道是因为颜色的关系，还是实际上没有，它是因为旧版的真的是比较凸、比较立体一点，新版的它比较浅，所以看起来会有一些差距。OK，
所以其实新版旧版都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以建筑物的部分来讲的话，旧版的效果看起来反而是感觉比新版的还要好。再来就是所谓的主炮的部分，127的主炮，有一个澎湖的朋友，他有跟我反映说 ，Verifier 的旧版的主炮，它的形状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主炮。以旧版的主炮，它为了要达到所谓的立体的形状，所以它把侧边的就是侧墙啊，它的侧墙是另外开的，所以你要另外再粘上去。然后你看新版的，它是一体的，它是一体开在上面的。OK， 好。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稍微看得出来，在要连接炮衣的这个地方，新版它是有一个沟槽，是有个凸起的，旧版的是没有，它是光滑的，所以相对来讲，它这个看起来就会比较立体一点。那如果它有搭配 3D 列印的炮衣的话，我看一下。OK， 我看图示上它是没有所谓的防水炮衣的，它可能没有那个设计。那以形状来讲的话，侧面来看，我是觉得旧版的它的前面的倾斜的角度有比较大一点点，新版的比较没有那么的倾斜。OK， 然后正前方来讲的话，看起来没有非常大差异性。看，仔细看看。左墙体它上面是有2个，右墙体是1个，设计是一样的东西。OK， 然后上面的铆钉有设计出来，新版的铆钉也有设计出来，而且上面的细节更多，上面细节更丰富，包含背后它的主炮看起来是非常漂亮。那看旧版的，哇，后面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设计上是不一样的。这边中间多了2个四方形的，这边就没有。然后中间的爬梯也取消了，这个也没有。OK， 我不确定它这里会不会提供所谓的10克片的爬梯，然后要自己打孔，这个我还不确定，因为我还没有看它的说明书。所以主炮来讲的话，我这种美国海军的门外汉哦，实在是看不太出来哪里不一样。不过依照板件的布局，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它是一个真的是重新设计模具的一个产品，在主炮这部分。OK， 好，这样就看得很明显了。前面的这一块，新版的是范围比较大的，正前方，新版范围是比较大，这样比较是比较明显的。OK， 然后侧面的话，可能要把侧面的侧墙也装上去，才看得比较明显。然后高度也可以看到新版的是高了一些些，所以他是说他有经过所谓的考证去修正了它的主炮的外形，可是已经缩小了这么多，这个比例你要去抓到100%看得出来，我觉得除非你是常常在看亚特兰大这艘船，不然以我这种很少在看美国海军的，基本上可能旧版的我就觉得它是对的。
就有可能会是这样。再来就是一些小配件的部分哈，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小艇上有做了一点更新。我刚刚看了一下它的零件，这个是旧版的救生艇，非常可爱啊，它把它做成组装的形式啊，然后细节是相当的漂亮。这是旧版的，我觉得这东西其实蛮棒的，真的。但是在旧版的这种那个时代来说的话，它要组装就变成说1个、2个、3个，它必须搭配10颗片 ，B1 跟 B6。哦 ，B1 以及 B6 3个零件，然后才能够完成它的救生艇的制作。那新版的，它直接一体成型的 3D 列印给你，所以在制作上来讲的话，你只需要去上色，不需要再去做所谓的组装粘合的这个动作，时间会省相当的多。OK， 然后我刚刚在稍微翻阅它的说明书的时候，我看到了旧版的它的起重机这些吊车这些东西啊，10颗片组装，这很传统的东西啊，这非常的传统，并不会不好，我觉得也是相当的不错。反正我们大家都起重机坐船的起重机是一定都是习惯性用10颗片下去弯折，然后去塑它的形状出来的。然后新版的你在这里就没看到起重机，对不对？你在这里直接看到 3D 列印起重机，他说细节会更漂亮，会更丰富。那由于它的 3D 列印件我还没有打开，因为每次打开就会散的到处都是，我就很不喜欢拆这些小零件。OK， 可以看到在这里。这是它的起重机，这上面有铆钉的痕迹，是铆钉的痕迹还是列印的沉纹？哦，是铆钉的痕迹，可以看得很明显，对，看得见。OK， 然后上面就是小艇，再来破雷位。3D 列印出来的东西真的是细致的程度会非常的高。你看我已经离镜头这么的近了，你可以看到稍微有点看得到所谓的沉纹。Verifier 我是希望它的 3D 列印的机子可以再加强一点，会更棒。最好是可以跟木艺一样，木艺的东西就看不太出来沉纹，你只要直接上色就可以解决很多事情。OK， 再来所谓的雷达，你可以看它雷达 3D 列印一体成型，这2个零件，这个是新版的。OK， 那旧版的呢？在组装上，你就需要去弯折所谓的10颗片啊 ，B11、B15、B10，这些都是10颗片去组装起来的，所以在制作上的话，它就会比较花时间。但我并不觉得这个会比较不好，我并不觉得，对，这个就是看个人喜好。你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说，我用 3D 列印件，它是一个非常省时的，但是它的耐用度会不会比金属10颗片好？说真的，我不知道，只是它的细节，然后它的制作上会比所谓的10颗片还要简单非常多。这个是不变的事实啊。OK。那我看到了一个东西 ，MK37 Part 1×2，这应该是所谓的火控系统。你可以看到它的细节非常丰富，很漂亮。我们来找看看实体它是长什么样子。就在它旁边而已，在雷达的旁边，我们把它拿出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这么的漂亮？
它是怎么放进去的？放到我都快拿不出来了。OK， 好，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雷达的细节在上面，只是它好像有点形状有点跑掉的感觉。然后下面这个是火控，我看它舱盖的设计，旁边的爬梯，然后上面的支架，这个细节相当丰富啊。这个如果你要用金属蚀刻片下去制作的话，你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旧版的是长怎样。先把它放好，这个太危险。好了，我找到了它的火控，看起来就没什么非常特别的地方啊。以前可能会觉得它细节蛮漂亮的，那以现在来讲，以现在的技术，你可以看到中间的分模线，然后并不漂亮啊。以现在来说的话，OK， 然后我在看这些板件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个东西哦。透明件，这个东西在任何一家厂牌上看到这个东西，我都觉得没什么。问题是在 Verifier 上看到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很特别。因为它以前我制作它的船，我从来没看过这个东西。标准版的那一些大和号跟大风号有没有我不知道，大部分他们都是使用蚀刻片来做舷窗的这一些设计。但是这一次，它这个是探照灯的外罩，它有给透明件，所以就搭配了所谓的 3D 列印件，然后再加一个透明件。它就尽可能要让你看起来细节更逼真，但是你在组装的时候，你可能就要用一些没有腐蚀性的，然后类似一般胶水去把它粘上去，不然透明件它有可能就会变成雾雾的这种，表面就被腐蚀掉，就没那么好看。那这个就是新版跟旧版的亚特兰大的差异性。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在细节上，它在船身、主炮的细节的考证上的修复，然后小艇这一些 3D 列印件现在的普及，吊车、火控系统、雷达系统这一些都有跟旧版不一样的显著的提升，包含蚀刻片。对，所以旧版的它就是卖完就没有了。那新版的就是现在开始现行的，就是里面都会有这些东西，而且它的售价并没有非常的高，好像我记得好像是100多块美金吧，并没有非常的贵，以一艘350的巡洋舰来说的话，它的售价不算贵，OK， 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那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集见，拜拜。